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7号的周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纳指再度呈现神奇九转结构，这次会形成高位转折信号吗？从前期密集成交区域一路突破新高，至今尚未经历充分的调整，但这并不妨碍 Lucy 继续为大家挖掘潜力股的机会。上周我们精准捕捉了苹果的波段空间、MSTR 的反转突破以及 APP 的反弹动能。本周又有哪些机会值得重点布局呢？让我们一起从走势图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依然会从两个方面会跟大家去讲解一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走势分析。现在呢，就是纳指出现一个新高，搭配新出来的神奇九转。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不断的去这个刷新高点的。那上涨不言顶，只看止盈的一个点位。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部分呢，会去分析一下股票的一个走势。本期呢，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MSTR 还有 PLTR 的走势，还有苹果公司，还有 APP， 还有 Circle， 还有我们粉丝朋友呢想要分析一下 HOOD。那么如果说 Lucy 没有分析到的，咱们的一个观众的福利呢，就是你最想听哪只股票的深度拆解，可以在我的评论区把代码刷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近期的纳指是屡创新高啊，不断的出现高点。那么在上个星期四的话呢，我们看到了它的高点已经来到了20624.51这个位置，而且呢它的一个日线的一个走势呢已经走出了咱们的一个神奇九转的一个第8天。那么在这个过程呢，第8天的一个形成啊，还是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走势。这也代表了现在整个一个市场的话，纳指现在是一个跳空强势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还是认为啊，我们的一个这个交易呢是上涨不言顶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不能说它走到某一个点位上不去了，只能说我们按照它的一个技术分析呢来逐日的去跟踪。那我们之前的一个跟踪的位置呢，就好比说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线的话，现在目前呢，它是从第3根K 线呢就已经越过去它的一个压力位，变成支撑位了。所以到目前呢，我们近期能参考的一个点就是今天的一个这个 K 线，它有可能就会走出日线的结构9。那如果说日线的结构9走出来的话，它像之前这样的一个九转序列走出来的话，那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清晰了。它在上升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它有在多空争夺的一个区域，这个里面呢是有一次的一个九转。那么这一轮呢是它的一个第3个，而且它在反弹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其实这一段是第2个。那么也就是纳指如果说在向上拉升的过程呢，那此一轮的一个九转呢，不能代表说它已经见到高点了，它有可能还会出现第4次的一个九转。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今天只要看好第9号 K 线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一个9呢，它后续的一个走势的话，就没有跌破它的一个最低点，所以后续我们再去看纳指本周的行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参考星期一的这根9的一个最低点。那如果说它的一个最低点的话，会把这样的一个缺口补掉的话，那它就是很弱势的一个结构9，那么后续呢还是会进行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当然如果说它能走出这样的一个结构9之后的一个震荡的话，那我们只要看好了第9根 K 线的一个最低点就可以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 Lucy 有给盘前播报呢，有怎么样去写当天的一个行情。7月3号的时候盘前呢会给大家写到说，纳指呢昨日低开高走反包阳 K 是非常好的一个征兆，那么符合支撑有效这个条件，所以我的一个观点一直是看多的。那么在高点虽然没有被刷新的话，但是我们出现了一个黄 K 的一个参考，也就是说我们就以开盘价它的一个最低点作为防守就可以了。那显然呢周四的一个拉升的话，它是一个跳空向上的一个强势的，所以这个点位的话暂且就不作为防守了，
我们以周四的最低点来作为防守就好了。近期这种碎步上升的一个走势还会持续，管理仓位上我们依然是不能满仓的。这个 Lucy 在内部的直播课有给大家讲过它的原理。那么现在呢，就是现金为王，你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机动的一个资金。所以说其实对于纳指的话，我们没有太多的分析，只知道它在1周之内都会刷新它的一个高点，我们就以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结构9来去判断本周的一个行情就可以了。那么虽然纳指现在是震荡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很多股票呢它是有机会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周 Lucy 推荐了 MSTR 呢是从这一个位置开始的，因为它走出了2个低点的一个不破呢，这个地方是 61.8% 的一个支撑，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关键的点呢，就是它没有跌破它的一个这个蓝线组，也就是我们说的中期的一个线组。那么这个线组呢，代表的是120周期，也就是半年的一个这个支撑。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筹码呢是集中在这一带，没有跌破的话，那我们知道方向只有2个，不是上就是下。上周呢，它已经选择了向上。那我们看到呢，它周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么这也与它前方的这一个 M 型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压力呢是相关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它现在呢有一个向上试探的一个动作。那我在这个位置呢画了一条线，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高点是420块9毛2，但是呢它出现了一个冲高的一个位置的话，那这里是试探它的一个这个压力位。那如果说它的压力很大的话，那它有可能会去回踩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是什么位置呢？此前我给大家讲过，这个地方价格是393。那如果说咱们有财生朋友啊，去跟着去参与了 MSTR 的话，那我这边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说它跌破393这个位置呢，是要止损的。这个 MSTR 的一个进退标准呢，就是向上去突破的话，那就是421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啊向下回踩的话，那我们只要它跌破393就止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 MSTR 呢，它是跟比特币的一个走势有相关的。那么这张图表呢，是 Lucy 截取的现在日线的一个比特币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比特币它现在的一个高点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区域，而且呢，形成了3个高点连线。虽然说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相差的一个价格呢，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一个这个低点的一个连线呢，也几乎是在一个水平线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整个的一个近期的走势呢，就是在一个区间震荡，而且它现在临近上边界，它要选方向了。如果说比特币在这个地方能突破的话，那我想 MSTR 的话，它也会相应的出现突破。所以这就是 MSTR 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联动，是跟比特币相关的。所以我们在上一周啊，给大家回顾一下我在盘前广播里面跟大家讲的 MSTR。那么日线重新回到了393的一个上方，这是我的一个参考标准。阴阳 K 的走势在2天收复颈线位，3金共振战法确认是有效的。那我说公司与比特币走势高度相关，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所以比特币走势呢是在60日线附近出现的一个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进一步箱体上沿突破的话，也就是这一条线，那 MSTR 也会出现拉升。那均线多头发散，我们可以沿着5日均线低吸，那前高的话压力位就在421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承压互换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就是对 MSTR 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只股票呢是 PLTR， 我们来讲一下 PLTR 近期的一个操作的机会。那首先呢 PLTR 在上一周的话是出现过一个大阴线，那么这一根大阴线的话呢也是配合了我们的一个散财童子呢是出现了资金的一个流出，包括我们的 MACD 呢是一个死叉，而且呢是一个力度向下的。所以在近期呢 MSTR 的话呢，上周 Lucy 是带着我们的财生朋友呢是提醒了一下他的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动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又出现了一些这个蓝色的 K 线，那这就让我们怀疑呢，它在近期呢会出现一个反弹。所以说呢，我们只做了一个日内的一个 put， 那么也收到了一个翻倍的一个效果。那在近期的一个走势呢，我相信啊，对 PLTR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能想知道它要怎么走。那从 Lucy 的视角来去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有一个战法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阴线战法。
那我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它1/2的位置，也就是137这个地方。如果说它能站稳137向上的话，那我会觉得 PLTR 它有可能还有这个8块钱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上方的话是145，但如果说它不能站稳137的话，那它137这个位置有压力的话，它还会进一步的一个出现下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是对 PLTR 看好的话，那也请在137以上呢去参与它。如果说希望做 PLTR 的一个回撤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也要看它不能高过137呢，再去做它的一个 put。那么在这个过程呢 ，PLTR 的话，我更倾向于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说呢，短期呢，我会去找一个高点去做它的一个空单。那我们再来佐证一下 PLTR 它的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呢，是30分钟和60分钟的一个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 PLTR 它的一个反弹其实是有迹象的。首先从30分钟这个位置呢，我们能看到是白色的 K 线，那包括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这个上升的一个结构9，而且配合着我们的抄底套餐呢是有一个资金流入的，也就是聚宝盆。那么在60分钟呢，也同样的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抄底信号，所以说 PLTR 它的反弹呢是有迹象的。但是它现在有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说它的一个龙线现在呢是只在蓄势区，没有到加速区，所以说它反弹还是会有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是多少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去观察30分钟的一个龙线。那么30分钟进而传导到60分钟的话，这个地方它还在一个蓄势区，都还没有到加速区，所以此一轮资金进来的话，现在还没有到散财童子的一个机会。所以 PLTR 呢，如果说你想做短期的一个抄底反弹的话，那60分钟线就是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参考标准。那如果说它出现了在加速区，甚至是酝酿了散财童子的话，那它这一轮抄底资金呢就结束了。那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那么到了137那个位置，如果说出现了散财童子，那大家就知道了它是多方胜利还是能空方胜利。这个就是 PLTR 它的一个分析。所以说咱们的财生朋友包括粉丝朋友，如果说你想做 PLTR 的一个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多和空的一个位置的话 Lucy 就已经给到大家了。那如果说咱们这个订阅粉丝朋友想要关注 Lucy 的盘前广播的话，那你注意了，那你想紧跟我每日盘前广播最新动态呢，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那订阅通道呢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视频的朋友，你听好了，想跟上我的一个直播分析实战交易方法，那第一步是赶紧点一个订阅。那作为界面里呢 Lucy 会给新朋友立刻解锁整整1周的财生会员的体验资格。每周的直播时间呢是有3节，是在香港时间的下午5点，每周2、周4和周5这3个时间呢会给大家去做一个直播。因为这个里面呢，除开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的股票的一个讲解，那么我们财生朋友们呢也会发现一些个股的机会，就比如说上周我们发现的甲骨文的一个拉升，短期拉升，还有就是 MSTR 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包括呢我们的一个苹果公司它是如何被发现的，还有我们粉丝问到的 TEM 呢，我们的这个财生朋友也发现了它的一个抄底套餐。那么这些股票的一些机会呢，我们都会在我的一个美股洞察里面会给大家去做详细的解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也会适当的提示一些期权的操作方法和机会。那么咱们订阅的粉丝呢会这样的一个安排你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会给到7天的一个体验。如果说你听了 Lucy 的课程呢并且打卡，那我们就会大家加7天的一个体验，也就是2周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咱们的新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机会。本周 Lucy 团队老师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龙头派对的一系列的课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财生朋友呢一直在做赚钱的股票，那大家就很想知道什么样的股票才是当下这个市场能赚钱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系列的课程是3周的一个这个课程。那第1周呢是解码龙头基因，那第2周呢是探寻龙头的轨迹，第3周呢是为利润干杯，这样的一个3周的课程。那就喜欢技术分析的朋友，那你就不要错过了。那报名的方式呢 Lucy 给到大家一个口令，
也就是说，在我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有 Lucy 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加上助教老师之后呢，你要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口令是赚钱2个字，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呢就会给到你。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苹果的日线走势图。那么上周呢 Lucy 是在这个位置去突破的，盘前呢我们是在这一天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分析。那当时呢苹果公司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呢是大概205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在上周呢连续发现了它这个3天的一个拉升，那期权呢也给到了一个翻倍的一个收益。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苹果公司它在这一段低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上周说它其实已经震荡了有2个月之久。那么在这个地方它既然选择了向上突破呢，那我们就要去看它上方的一个压力会在哪里，也就是它的一个目标价位。那我们说，既然它震荡了2个月之后呢，它在这样的一个箱体呢，它就不会止步于213元。所以我上周的一个评论呢，给大家看一下盘前广播里是这样写到的：昨日沿着5日均线上涨，股价达到第一目标价位213，就出现了回落。那 MACD 呢，快线是有上穿零轴的，进入到了强势区间，助力股价进一步上涨。所以上方缺口加上170日线的一个共振呢，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它在一个箱体震荡有2个月之久也就是其他的巨头都在拉升的时候，苹果还是原地踏步。所以说呢，213的一个位置呢，是会大概率被突破的。那波段可进一步上调目标压力位是在222这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说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灰色的地方呢是很明显的一个缺口位置。那么在周四的过程呢，我们也能看到股价是一度来到了215的这个位置。那么215就是缺口的一个下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苹果的股价呢已经来到了机构成本线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机构成本线是在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方。那也就是现在呢，机构它还是微微的出现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叠加这样的一个缺口的话，那我认为它的一个这个缺口呢是很容易被补掉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苹果公司它如果向上的话，是还有时间和空间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呢，就 MACD 的话我们是以零轴为去做参考。那现在显然它的快线和慢线都是在强势区域了。那在强势区域的话，一旦股价出现上涨的话，它是有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龙头引力呢在加速区这一段，那它现在还没有酝酿散财童子，更不用说资金的一个流出了。所以说现在它的一个拉升呢，其实是没有压力给到的。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所以说苹果公司呢，在本一周的话，它还会有机会去上行。那我给到的一个目标价位呢是222这个位置。那这个就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分析。那本一轮呢，苹果公司在这个地方聚宝盆的一个形成到它的一个拉升，其实呢会比其他公司时间要拉得很长。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其他的公司都出现了一个高点的话，那苹果公司它应该算是一个补涨的一个走势。那这个就是给到苹果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还会去参考一下它的一个30分钟和60分钟走势。但是30分钟和60分钟我们看到了，其实呢是有一个散财童子的一个出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有可能会在40连阳之后出现一个回踩。那它的一个回踩的一个支撑点呢，我们会看到这一轮的一个30分钟的结构9呢，我们看到5这个位置呢，大概是212。那么60分钟的话，它有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苹果公司在这一轮的一个回调，就是散财童子出现的一个过程的话，它如果股价没有说回调的很明显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210到212这个位置呢再去做低吸。那这个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小级别的一个走势。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上周我们有推荐过的 APP。那么 APP 呢，在此一轮的一个这个反弹过程中，虽然这一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抄底套餐，那我们财生朋友是有信号提醒的，那我们是在这个324买入，然后呢大概是在360这个位置去卖掉的。那么经过6天的一个这个
短期的一个波段呢，那会有10%给到啊，其实空间呢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反弹。但是呢 APP 它就没有出现说它的一个反弹的力度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也观察了一下它的一个走势，那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首先呢 APP 在上周四的话，它是出现了一个回踩啊，我们的一个这个支撑位，它回踩的支撑位呢是这个蓝 K 的收盘价，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并没有跌破，而且是出现了一个阳线。那么这就预示着，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W 的话，那它下一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反弹。那我们从它的机构筹码来看的话，这里呢也算是看到了有明显的一个资金的流入。那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它回踩的一个位置呢是这个蓝线组，也就是半年线的一个区间的一个支撑。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支撑的一个共振的，这是第二点。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它的 MACD 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在0轴的一个下方，但是没有继续下跌了，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在324.7块这个支撑上方，如果说再出现阳线的话，它有可能会进行一个第二步的一个反弹。那我们来看一下小级别。那首先呢，30分钟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上周的话是出现了聚宝盆。那有很多朋友有可能错过了 APP 的一个反弹的话，那这边 Lucy 也想讲一下啊，最后一天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回踩白色 K 线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没有破，那么它又弹起来了，出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9，而且呢这一轮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的话，并没有出现三彩童子，那同时60分钟也没有出现三彩童子，也就是这一轮的一个聪明资金呢，它还没有流出。那包括30分钟它 MACD 呢也出现了一个0轴上方，所以说 APP 的话，如果说想再做一波1到3天的一个小小的反弹的话，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第二天。所以 APP 的话，如果说想要做小反弹级别的朋友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近期比较热门的 Circle 这只股票。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Circle 的话，它现在呢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底部呢出现了止跌，而且连续4天都没有跌破这个位置。那很巧的是，它在这个地方呢也出现了蓝色的 K 线。那我们知道蓝色的 K 线呢是有机构的一个异动的一个位置，那么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回调到 Lucy 想要的153的这个位置啊，很遗憾，它在175.6这个地方呢就出现止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 Circle 它在这个地方出现止跌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上周我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是198这个位置。那如果说198这个位置能去一根阳线站稳的话，其实它就有可能出现第二波的一个启动点，这个就是 Circle 的一个近期日 K 线的一个走势。那我们来去看一下，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60分钟。那60分钟的话，很明显它在这个地方呢是连续出现了3次机构低吸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判断看到了啊，比较直观呢是有一点点聚宝盆，但是没有资金流入的一个痕迹。所以说啊，近期呢是没有大资金在炒作 Circle 的，但是小资金，比如说一些这个想要做1天到3天的，或者是想要做一个小小波段的资金呢是有出现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就是它没有出现大资金的流入呢，就是不足以撼动啊整个的一个这个流通盘。所以我们想要做 Circle 这种活跃股票，想要去做它的一个反弹的朋友，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的一个参考标准到目前为止呢，你是可以在这个180元附近是可以参与的。那我们的止损位置就设置在175.6块这个地方。那如果说它上行的话，我们的第一目标198，第二目标这个位置是223这个地方啊，这个是 Circle 短期呢去做短线的一个参考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粉丝朋友要求 Lucy 去想分析的啊一个 HOOD。那么 HOOD 的话，在近期呢也算是一个这个风头啊比较正盛的一只股票。HOOD 这家公司呢，现在在做一个史无前例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这个数字。如果说啊这个功能打通了的话，其实这家公司呢，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市值看涨呢，还算是比较可观的。但近期我们来去从技术来分析一下呢，我们知道 HOOD 呢，它是从这个29块钱反弹的话，现在呢已经是翻了大概3倍左右，那股价是来到了100块8毛8。那我们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对数的话，那我们知道它短期呢有可能是高点。
那我们从技术上来分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现在呢一个上升的一个序列的话，现在也是跟纳指一样的是出现了第8天，那并没有出现黄色的 K 线，那我们只要等第9天的一个 K 线出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出现结构9的话，它很有可能啊，在这个上方呢，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低位的，它也是结构9是成立的。所以我们现在参考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这个5号 K 线，它的这个缺口不能被踩掉。如果说你持有 HOD 的话，那么我想啊，你的一个这个止损位置呢，就是可以设置在这个5号 K 线这个位置。那另外近期呢，也是有一些这个资金呢，是短期的资金呢来去参与，因为它是白色的。那我们看到下方呢，其实在不同的价位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成本在的，所以说它的一个筹码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你的筹码在下方的话，那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一个9转。那如果说你是近期买的话，那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只要它跌破85这个位置呢，那肯定要先出来的。那么这个是 HOD。我们看到呢，它短期在这个地方是有聚宝盆的。而且我们的机构成本线呢是在29块6毛6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止跌反弹，然后一路上行一波拉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抄底的一个位置呢是29块6毛6，它的一个顶呢，它的一个价格是100块8毛8，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不免让 Lucy 分析它的100块8毛8是不是近期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粉丝朋友分析的啊。当然呢，现在股价呢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背离，包括机构资金也没有流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还是要做好它的一个止损位的一个确定。如果说确定了之后呢，只要它没有跌破的话，你就一直拿着。如果说它出现结构9的话，它的最低点就是你的移动的一个止损位置，那么我们的止损位置呢是要上移的。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